今天这台机器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小米笔记本 Pro。在时隔3年之后，小米终于想起了这款产品，借着这个新 logo 面世的机会，顺带给它换了个模具。当年这款机器凭借着72 NTSC 色域的玻璃覆盖屏，再加上金属材质的机身，在5000价位段竞争力非常强，并且呢，它甚至还能用 XTU 解锁功耗，就算是一台轻薄本，可玩性也很高。只不过呢，这2年一线大厂的产品力实在是太强了，迭代速度更快，轻薄本也加入了非常多的新特性。相比之下，小米这个一套模具用3年的策略很难跟上大部队的步伐。而这一次呢，小米给这台电脑上上下下来了一遍大换血，配置、散热、屏幕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升级。那这个新模具它能够承载小米对于它寄予的厚望吗？看完这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照例先来看一下配置。2021款小米笔记本 Pro 15是一台标准的全能型笔记本，其中最亮眼的就是它的屏幕了，3456×2160分辨率，16:10比例，100% DCI P3 色域的 OLED 屏。除了没有高刷新率以外，其他的参数都非常豪华。与其他同价位电脑不同的是，小米笔记本 Pro 采用了 OLED 的面板，而且呢使用了最新的三星E4发光材料。对比之前的 OLED 屏，它在峰值亮度、功耗、寿命等方面表现会更好一些。其他配置方面 ，CPU 是英特尔的 i7-11370H 4核心8线程，显卡是 MX450，显存是 GDDR5 的，并不是超大杯的版本。内存为板载的 16GB DDR4 3200兆赫兹，硬盘为512GB 的铠侠 BG4。价格方面，这台电脑 i7 加独显的高配版是7999元，此外还有 i5 独显版和 i5 核显版可以选择，价格分别是6999元和6499元。在外观部分，这台电脑的设计和 Redmi Book Pro 系列非常相似，都采用了 CNC 一体成型的机身，同样的键盘布局，同样的触控板，还有这个同样割手的边缘。A 面是一个新设计的小米 logo， 说实话我还是觉得2个字母的 logo 看起来更高级一些。B 面是玻璃覆盖的 3.5K OLED 屏，和手机一样支持息屏显示，很实用。屏幕上面有摄像头和一个藏得很深的光线传感器，用来调节自动亮度。屏幕4个边框都非常窄，整个 B 面屏占比达到了93%，看上去非常不错。地面没什么可说的，2排长长的进风口，左右两侧是扬声器的开孔。喝口水。整机的厚度为16.5到16.8毫米，比 Redmi Book Pro 15要薄个1毫米左右。那么机身做薄的代价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接口了。这台电脑除了一个3.5毫米的耳麦口以外，就只有3个 Type C 了，其中1个是支持雷电4的，另外2个都是 USB 3.0 速率，还不是全功能的。这个接口规格用高情商的说法是向苹果看齐，用低情商的说法就是反向升级，过于拉垮。包装箱内附赠了一个 USB-A 加 HDMI 的扩展坞，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接口不足的问题，但是总归不如原生接口来的方便。总的来说，这台电脑的外观还是比较精致的，金属机身的质感和全面屏的视觉效果都很不错，但是为了追求薄，砍掉了太多接口，实用性打折扣。接下来我们把它拆开，看看内部具体做了哪些改动。这台电脑的拆解不难，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取下后盖。可以看到脚垫这次终于没有藏螺丝了，非常不错啊。电池呢，从之前的60瓦时升级到了66瓦时，实测 PC 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时间为9小时45分钟。内存板载不可更换，美光颗粒，规格为 16GB DDR4 3200兆赫兹，从跑分上看应该是 2BG。其实 H35 处理器是支持4266兆赫兹内存频率的，如果能上高频，那它的核显性能还能再提升一点。固态硬盘是铠侠的 BG4， 支持 PCIe 3.0/4， 主流级别的速度。无线网卡是 Intel 的 AX201， 支持 WiFi 6协议。上方的散热部分变化很大，换掉了祖传的散热模组，由之前的2个小风扇换成了一大一小。靠近显卡的这一侧采用了大风扇，可以看出小米在散热上是比较偏向于独显的。实际表现怎样，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室温25摄氏度，按下 FN+K 切换到极速模式，然后使用 Stress CPU 进行单烤。CPU 的温度最高达到了100度，稳定在96度的温度墙，功耗28瓦，频率 4.2G 赫兹。使用 FullMark 单烤显卡 ，MX450 的温度维持在了71.8度，功耗24.5瓦，频率1710兆赫兹。双烤 CPU 的温度为79度，功耗13瓦，频率2.9G 赫兹。显卡撞温度墙有一定降频，温度在77度左右，功耗18到25瓦，频率在1620兆赫兹左右。本面温度看图，高温集中在键盘中间靠上的区域，键帽最高温度出现在了数字9键，48.5度，比较热。背面温度也比较高，最热的地方来到了52.6度，如果放在腿上用的话，一定很酸爽。噪音方面，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为43分贝，轻薄本的一般水平。
客观来说，小米这次的散热升级可以算是生了个寂寞。相比去年的小米笔记本 Pro 增强版，它只是在单烤 CPU 的时候放开了一点功耗，而老款机型上表面温度高和显卡降频的问题，在它的身上同样存在。虽然换了模具，但是明显小米对于散热的想法还停留在几年前，这部分下的功夫还不够。下面再来看看性能部分，在 CPU 方面，它搭载的是 i7-11370H， 属于标压的 Tiger Lake H35系列，实际上就是 DRU 提升功耗和频率的产品。我们之前聊过它的 i5 版本，在规格上 i7-11370H 相比低压的 i7-165G7，单核最大睿频提高了 0.1G 赫兹，全核提高了 0.2G 赫兹。实际跑分中 ，R20循环的测试成绩稳定在了2150分左右。除了第一次功耗较高，后续的功耗维持在32瓦左右。讲真，就算不提 AMD， 即使是把类似功耗设定的 i5-11300H 拿来比，这个 i7 也是一点存在感都没有的。而在单核部分，因为 i7 的最大睿频更高一些，i7-11370H 的成绩会比 i5-11300稍微强那么一点点。总的来说 ，i7-11370H、i7-165G7、i5-11300H 这几颗4核心的 CPU 性能差距都不太明显，我不建议你多花钱选购 i7。下面再来看看显卡，这台电脑搭载了 GDDR5 显存的 MX450， 最大功耗为25瓦，实测成绩看图 ，FSE 为1801分 ，TimeSpy 1893分，都是正常水平。具体到实际的游戏上，由于它的原生分辨率太高，即便是 Dota 2这种不太吃显卡的网游，想流畅运行也够呛。如果将分辨率降低到常见的 1080p， 那么 Dota 2的平均帧数能够跑到81帧 ，CSGO 也有200多帧，可以玩。不过呢，此时画面会比较糊，游戏体验并不好。这台电脑搭载了广色域屏和独显，所以说我们也测试一下它在创意设计软件中的表现。但是很不幸啊，这台电脑在运行 AE 和 PR 时一直报错。从报错代码来看，应该是 MX450显卡出了一点故障。我们试着更新驱动，换用不同版本的软件，甚至重装系统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终 Adobe 3件套中只有 PS 完成了测试，得分为702分。这个成绩比不上那些游戏本和创意设计 PC， 可以偶尔拿来应个急。不过呢，即使没有报错，4核 CPU 加 MX450这个配置，应付 PR 和 AE 还是比较吃力的。如果你有相关工作的需求，还是建议你考虑正经的创意设计 PC。最后聊聊这块小米在发布会上重点宣传的 OLED 屏，它采用了一个很少见的分辨率3456×2160，长宽比为16:10。OLED 屏的特性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比如说比 IPS 屏更高的对比度，还有实测不到3毫秒的响应时间。不过呢 ，OLED 屏的一些缺点它也没有躲过，最典型的就是低频 PWM 调光。这台电脑在亮度低于50%的时候，使用的是240赫兹的低频 PWM， 对应的亮度约有100尼特，亮度更高时则是类 DC 调光。虽然低亮度下还是伤眼，但是相比其他全亮度低频 PWM 调光的 OLED 屏，小米已经做得比较人性化了。在色域部分，它的实测色域容积为121.7%的 DCI-P3， 色域覆盖为99.9%的 DCI-P3， 色域非常广。色准部分，由于它有一定的色彩管理，在 sRGB 下平均delta E 为 1.2， 最大delta E 为 3.82， 在 DCI-P3 下，它的平均delta E 为 2.68， 最大delta E 为 6.92。这个色准水平在我们测试过的 OLED 屏里其实算不错的，但是和它宣传的 delta E 约等于1还有明显的差距。另外，这块屏幕实测最大的亮度为420尼特左右，比一般的轻薄本300尼特的亮度高一些，但是也达不到发布会上所说的600尼特。这是因为宣传的600尼特是峰值亮度，只能在屏幕上的一小块实现，和我们平时说的笔记本全局亮度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虽然有些小遗憾，小米笔记本 Pro 15的这块屏幕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 i5 的核显版，只要6499就能买到这块屏，评价比非常高。好了，看完了配置、外观、散热、拆解、性能、屏幕之后，相信对这台电脑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照例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大家参考。先说优点。第一，搭载广色域 OLED 的高分屏，且100尼特以上亮度为 DC 调光。这块屏幕兼顾了高分辨率、广色域和低响应时间，对比度也很高，显示效果比同价位的 4K IPS 屏更通透一些。而且呢，这台笔记本在100尼特以上的亮度为类 DC 调光，相比其他 OLED 屏在护眼方面有进步。第二，采用全金属机身加 CNC 一体成型工艺，做工精致。现在很多线上机型都光顾着堆配置、堆散热，外观做工却不怎么上心。而小米笔记本 Pro 坚持采用了成本更高的 CNC 工艺，它的质感要比同价位的笔记本更好一些。第三，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且适配器小巧便携。目前轻薄本的主流适配器还是65瓦，一些传统厂商一般配的还是那种小砖头。相比之下呢，小米这个适配器既能快充又便于携带，实用性要高不少。聊完了优点，再来说说缺点。第一，只有 Type-C 和3.5毫米耳麦接口，日常使用需要转接。
你说小米学什么不好，非要选个全 C 口布局？现在这个接口规格，插个鼠标都要找扩展物，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少1毫米的机身厚度和 USB-A 口，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接口吧。第二，高负载下散热表现一般，表面温度高。这次的小米笔记本 Pro 终于换了模具，本来我希望它能来个大翻身，那实际测试一下才发现没多大进步。这台电脑的散热只能算是够用，但是明显不够 Pro 啊。第三 ，i5 与 i7 版差价1000元，加价幅度太大。大家都是4核 CPU， 实测性能也没多大差距，为了这几个百分点的提升就要加1000块，除非你人傻钱多，否则呢，我不建议你买 i7 版。聊完了优缺点，我们也来总结一下适合购买它的人群。这台电脑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屏幕，所以说我会把它推荐给那些对于屏幕要求较高的人，像是看电影啊、产品展示啊这类场景。OLED 屏的高对比度能够带来更鲜明的显示效果，也能更好的支持 HDR。因为这台电脑的散热应付独显比较吃力，所以说这里我更推荐 i5 的核显版本。此外，这台电脑也适合那些对于做工品质感有一定要求的办公人士。不过它的接口规格对于办公来说有点不太够用，性能调教呢也不太好。如果你不是特别看重屏幕的话，那其实类似配置的 Redmi Book Pro 15更值得推荐。总的来说，这台电脑我实测下来，给我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小米笔记本 Pro 在屏幕、做工、充电等方面都与同价位的竞品做出了差异化，但是在散热和性能方面的改进却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效果，更像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产品。在小米笔记本 Pro 这个产品沉寂多年之后，小米想要重新打造一款屏幕牛逼、性能均衡的全能本，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不过具体到实际的产品上面，恐怕还要再多花点时间再打磨一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长按点赞，一键3连支持我们。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可以关注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里是比巴评测室，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